姐妹们，真的都去看《藏海传》，都去看《藏海传》啊！我这本来是偏头痛生病了，请假在家休息，因为打开了《藏海传》，这都没怎么休息好啊！那一口气就是把更新的全都追完了。虽然我一开始就知道它是《甄嬛传》，少年包青天的导演郑晓龙导演的，我知道它肯定不会难看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好看，真的就是一部演技在线、逻辑缜密、有脑子的权谋剧。好久没有看到剧情这么流畅、这么爽的权谋剧了。而且我现在预言藏海会是继陈情令、魏无羡之后肖战的第2个人生角色。我真的感觉他演技进步了很多，而且台词也进步了非常多。我看这部剧的时候，我哭了3次。第一次是在藏海父母被杀的片段，钟汉良实在是演得太好了。第2幕就是藏海的师傅为了隐藏他之前所有的痕迹自焚的片段。其实我当时是没有想到师傅会为了藏海复仇而完全牺牲自己，他好像就是楚门的世界里面为了完成藏海复仇的一个棋子。然后第3幕就是工人和藏海一起修墓皇陵被要求殉葬的时候，其他工人问藏海这样的青年才俊为什么甘愿赴死，当时藏海说了一句都是苦命人，然后那个音乐响起，真的那种底层人物的无奈和悲凉感瞬间就烘托出来了，就是感叹不愧是郑晓龙导演，把底层这种小人物都刻画得非常饱满。而且藏海从皇陵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红着眼说我命不该绝，下面跪着文武百官，那一幕真的是太燃了，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而且这场戏在藏海完成首次复仇的这个瞬间，在杨真被关入皇陵，断龙石落下，那个钟声敲起的时候，藏海的那个表情，肖战的那个表情真的是演得太好了。他闭上眼，然后重新睁开眼之后，左眼流下了一滴眼泪，这个泪里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情感，有复仇之后的畅快感，也有手上沾了第1滴血。作为少年的藏海，第一次真正的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葬送了性命，所以它也包含着第一次对于生命逝去的不忍感。当然这个钟声响起，它并不意味着复仇的结束，而是意味着复仇刚刚掀开序幕，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走。很期待后续藏海一步步隐忍利用身边人复仇的剧情。真的这种不欺负观众智商的权谋剧太好看了，太震撼了！肖战《藏海战》越来越带感了。看完第5、6集，我敢笃定，等今天更新完以后，藏海从殉葬的墓穴逃离出来，大吼道：“我就是命不该绝！”这一声嘶吼，注定载入泪雨高光演技名场面。只见藏海从地狱爬回来了，一身褴褛，白衣裹着血迹，眼眶赤红，眼中含泪，嘴角扯出运筹帷幄的笑。那一刻，他不是在演戏，他就是被命运碾碎又亲手重组灵魂的复仇者。只要我出来了，他就能落下。这句台词炸穿了多少人的心理防线。痛吗？痛就对了。痛的是藏海10年隐忍无人诉说的冤屈，爽的是他终于撕开了伪装，向命运宣战的这一刻。肖战还原藏海笑，引发了全民模仿。那种上一秒对仇人温润如玉，下一秒转身时笑意未退，眼神却淬了毒。什么叫笑里藏刀？这就是3分讥笑，5分悲凉，剩下全是蛰伏的杀意。在更新的第5、6集里，藏海与基伯伯相见不相认，隐忍时演技让人感动。我不禁感叹，最刀的不是血海深仇，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却必须推开。要知道，藏海连相认的资格都被仇恨剥夺了，真不让人感到怜悯啊！导演郑晓龙说，肖战让藏海从剧本里走出来，掐住了所有人的喉咙，这才是好演员应该有的实力啊！你不得不承认，这是肖战把藏海演出了破碎感与锋芒并存的美学巅峰。今晚过后，我敢说，内娱的权谋剧男主从此只有2种：藏海和其他。太惊喜了！看完肖战《藏海战》最新的第7集和8集，这一次我真的没啥顾虑了。肖战这一次演绎的藏海简直可以封神了。首先让大快人心的是，藏海从出场以来，这次狠狠地干掉了阴险恶毒的杨真。
让无数剧粉拍手叫绝。其实当藏海在墓穴中嘶吼出那句鸡伯伯我是智如时，屏幕前多少人和我一样眼泪瞬间决堤吧。在我看来，那不是表演，那是把藏海的心撕开了给你看啊。一个背负血仇的少年，在至今将死的绝境里，终于露出最脆弱的软肋。肖战的演技像一把钝刀扎进观众心里，还要狠狠地淋一拳。更加让人震撼的是，藏海在走出墓穴后那段面对百官的独白：“礼乃国之根基，法乃国之重器。”12个字被他练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，荡气回肠呀。镜头扫过他染血的白衣和凛冽的眼神，那一刻我突然懂了，所谓封神演技，不过是把角色的灵魂嚼碎了咽下去，再用自己的骨血重塑一场角色的重生啊。肖战的声音带着青铜器般的厚重质感，让屏幕前的我们瞬间穿越千年。而第9集的预告更让血脉喷张，藏海与张静怡饰演的整楼老板的紧张对峙，眼波流转间藏着刀光与情丝，这场智谋与真心的博弈，注定要让所有看客彻夜难眠吧。有人说《藏海传》是爽剧，可真正戳中我的从来不是那种简单的快意，而是肖战演活的那份这世上最好的复仇，从来不是成为恶龙，而是把黑暗劈开一道光的孤勇啊！我的妈呀，今天必须好好唠唠《藏海传》第7集。前面这剧就有不少剧情 bug， 但是看在前期有很多老戏骨，好看的滤镜以及配音都还挺好听方面，我想着算了，毕竟是权谋剧嘛，可能编剧和导演前面有所疏忽，后面展现主角权谋机智方面剧情，第一时候就会体现出这部剧的水平。可谁能想到，好不容易熬到第7集，藏海要和修建陵墓的工人逃出封闭陵墓这段剧情，我真的实在忍不了了。咱就说在那封闭的陵墓里，藏海要敲碎石板拿引线，一开始第一批人没料到有暗箭，中箭倒下，这还勉强说得过去，可知道有暗箭之后，他们都能想到拿盘子当盾牌抵挡，为了躲避暗箭，都藏在桌子底下，手都放在石凳上了，怎么就想不到拿盘子挡着，把石凳搬上去当踏板呢？还有石门落下来的时候，不知道把石凳推倒，滚过去用石凳顶一下吗？就非得用人肉去填呗，就非得用人肉去顶石门呗，人肉和人的骨头比石头还能硬，支撑力还强呗。这不是纯纯降智，故意让工人白白送死吗？一个小朋友都知道够高处，提东西要想办法站在椅子上，知道搬不动东西要借力藏海，都20岁成人了，学了10年计谋，结果在这儿一点脑子都不用，学的这10年的计谋都用为了狗吗？这么好的演员阵容，画质也没得说，就这么被这狗屁剧情给毁了。我真想问问这编剧和导演到底咋想的，是他们自己没脑子，还是故意侮辱观众的智商？就算你们想表现其他人都死了，只有藏海一个人存活，以此烘托出悲壮的氛围，加强藏海对杨真、楚怀民的恨，那也得讲基本常识吧，不能为了所谓的剧情效果就把观众当傻子吧。这剧情漏洞百出，真看得我火冒三丈，真希望后面的剧情能上点心，别再这么降智了，不然这剧可就彻底没救了。